时间开启天地一脉，补天、填海、登峰、造极。日月见证星球最初的建造。当万物与人类登场，生命的山河继续建造历史、文明和国度。楼宇成山，路桥如海。走进今天的中国地标，脉搏来自天地，心跳经过你我。金沙江在成为长江之前，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奔流，3000公里一路劈开山体，将崖壁陡峭的 V 型峡谷安置在云之南。峡谷之中，风可穿行，云能游走，人只能以视线眺望。蔡顺林居住在峡谷边的村庄，与40公里外的丽江仅有1江之隔。到丽江确实很不方便的，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马，如果是顺着骑的话，马不听话画下马，甚至会把你摔死。不远处，蔡顺林参与建设的大桥已经建成，之前在马上完成的旅程，现在马上就要成为历史。大桥连接的华丽高速，是川西南、滇西北唯一一条东西向高速公路，也是云南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大桥主跨1386米，全球跨境最大的山区钢横梁悬索桥，在这里飞跨峡谷，成为华丽高速的华丽一笔。这是通车前最后一次收尾查验。这看啥呢？小问题，再排查一下，再梳理一下。12月，正是当地的大风季节，峡谷瞬间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我们悬索桥实际上是一个最怕风的一种桥型。双向4车道的大桥，桥宽只有27米。相比1386米的主跨距离，这是世界上宽跨比例悬殊最大的桥梁。从高空一看，它就像一根长长的面条一样，特别的柔。横向风太大的话，大桥横向的位移它就会特别大。建设期的4年，王坤经历了每个冬季的大风。突然一阵风来的时候，我的体重可能有130多斤吧，在上面我都已经站不住，只能趴着或者蹲下。悬索桥的跨度越大，桥对风就更敏感。抗风是这座大桥最关键的技术。12个设计方案，上百次的风洞测试，这个纵横全桥的8字形展翅抗风稳定板，为大桥量身定做。它可以改变大风走向，分流风力强度，将大风对桥梁的横向作用力降低到最小。类似于导流板，把那个风向改变了之后，就减小它对整个大桥的一个影响。桥面底部一道道像人的肋骨一样的 U 型钢结构，增加桥面板的刚度，是大桥抗震的秘密。在以前我们焊接的时候，这个 U 肋和这个桥板在焊接的过程中，它只有一个单面容头，桥板的内侧它没焊 ，U 肋容易开裂。单面焊接只焊接了 U 肋的外侧，厚实的钢板内部与桥面板的连接并不紧密，大桥的抗震和使用期限会受到影响。工程师们采用焊接机器人钻到 U 肋里，完成双面熔透焊接。
突破了这个令世界桥梁建设者都感到头疼的难题，让大桥的筋骨更为坚实有力。双面全熔特焊接形式，它的疲劳强度可以达到90兆帕以上，使用寿命是以往的单面的2倍以上。我们这个桥使用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桥是全桥大面积的使用。防风板和双面焊这2项世界级的创新，让大跨境悬索桥抗风抗震有了新的解决之道。更多高山峡谷的云端之路，将从建设者的手中来到我们的脚下。大桥查验合格，就等通车那一刻的到来。这是36岁的王坤参与修建的第3座大型桥梁。自己就像种下一个种子一样，慢慢就把这个桥给修起来了，看着就自己的小孩一样长大了。红红的在大山里面，就这个青山配的这个红桥，也还蛮漂亮。在所有需要的地方建立道路和桥梁，只为惠泽一方水土，这是中国的决心。穿越云雾，300公里之外，一座云巅之桥正横跨独木河大峡谷。这是贵州省第1座6车道山区悬索桥——羊宝山特大桥。都上去检查吧，检查要结束，然后起掉。今天，建设者们迎来最关键的时刻——钢梁吊装。慢点啊，慢点，好，所有动作一定要扶着再走啊。好。山谷气候复杂多变，全年平均大雾高达182天。今天终于等到了气象窗口。接不上了，你就位都就位不了啊！你怎么就位？有雾都会停工吊装的，因为这个有雾的过程中，对起吊重物啊，包括我对外界的一个观察呀，这个都看不到。悬崖边开辟出的钢横梁拼装厂，57节钢横梁正在拼装，每节钢横梁重量超过200吨，相当于100多辆家用轿车的重量。从今天开始，他们将由大型缆索吊逐个起吊到桥面，在高空中完成对接。36米长，啊，200多吨，这有潜在的危险。起重伤害，高处坠落，坍塌。作为吊梁施工负责人，童增毅必须确保这些潜在的风险永远只停留在警示牌上。哎，太阳射进来了，看见没有？终于，云开雾散。各点准备。到位，后跑到位。几号到位？都到位了，都到位了。1公尺准备，启动。第1节钢横梁正式起吊。钢梁安装，意味着最艰险的高空作业开始。说实话，心在发颤，腿在发软，但是你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因为你是总指挥，你在你发出这个起吊命令的时候，你担待的责任比谁都大。2根直径60多厘米、长度1100多米的竹缆是大桥的生命线。由于另一侧全是陡峭山崖，羊宝山特大桥的钢横梁只能从一侧起吊。200多吨的钢横梁要悬在竹缆上平稳飞行300多米，中间还要自动旋转90度。童增毅和团队不得不挑战2点起吊，这是悬索桥钢横梁吊装的新技术。速度可以再往前推一点，你现在几档？2档是吧？变3档。
2点吊的2点收力，它能解决空中的旋转就位难题。另外，我们在提抬这个梁的时候，2点吊收力的比较明确，效率也大大提高。太清那边正常吧？一切正常。耗时3小时，第1节钢横梁就位，即将与吊索连接。走吧，我们上去吧。按照惯例，连接吊索前，项目负责人要爬上猫道检查确认。干了10几年以后，现在我如果10天不上猫道的话，上去脚有点空，意识里面有一点那种恐高那种。干的时间越长，懂得越多，其实你担心的东西更多。悬空猫道距离江面316米，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扶着往孔里面扶，不要对着近板啊，要对着你那个孔，两边要平均起啊。等一下，那边看差多少？好了，安全了，销子一打到安全了。钢横梁与竹缆连接。上来，慢慢松，10吨的卸。200吨的重量应该从吊具向吊索卸载，吊具上不再受力。再卸一点。然而，连续卸载了30吨，吊具却没有任何卸力的迹象。停了，100多吨，你要划着走要受力了。意外突然发生。到那儿站起来干嘛？蹲下来。很紧张，这是有问题的，你不敢再卸了。悬吊在空中的庞然大物，多悬1分钟就多一份风险。等一会儿吧，划着走，等一会儿。在这观察了半天，应该有个10分钟左右。10分钟，对于现场所有人来说无比漫长。虽然2点起吊方式是国内悬索桥第1次使用，但童增毅凭着多年建桥的经验，迅速判断出问题所在。哎呀，我明白了，停一下。这边高了，后面吊索不受力，赶紧拿个棱镜上来，拿着这个迎灯杆测一下，看那个角低了多少，这2个角比一下低了多少。你看这边明显高了很多，你看都卸了20-30公分了。问题出现在卸载平衡上。钢横梁从吊具卸载时，千斤顶不断调整钢横梁重心，2点吊需要自始至终保持初始平衡状态，避免吊具的偏心受力。平着2面同时起，均匀受力。把吊索晃一下再起。他那边往下走，你这边往上走才对。老板，你收的吊杆也是前面比较低，没事，划着走，受一点力，起点。这边起一点，你那边再起。好，停了，梁终于安好了，往回走。接下来的几个月，大桥还将完成56次高空架设，每一次都伴随着未知和挑战。和千山一同屏息，一道钢梁齐笔空中，56笔完成云端的描红。这个创新是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
不能墨守成规，一直是跟着别人的步伐去走，而要别人跟着我们的步伐走。创新，激活时空，挑战极限，让中国西部云雾缭绕的山谷与云时代互联。100年前，中国仅能修建小型的公路桥梁，长江、黄河、高山峡谷的天堑互通互联，成为100年一愿。今天，仅公路桥梁就已超过80万座，高铁桥梁总长达1万多公里，它们跨越高山大川，连通城镇村庄。建造的笔墨，在山间海上书写，千里成行，奔涌不息。宁波舟山港主通道跨海桥梁群工程正在建设，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创举。岛屿与陆地在亿万年前分开，在此刻相连。从浙江舟山本岛延伸至洋山港，最终接轨上海东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一个沿海大通道，把不同的地名像珍宝一样串在一起。北边连接的是京津冀，中间是连接的这个长三角，然后往南是珠江三角洲，所以对于我们国家3大经济区，它是沿海大通道是把它贯通的。这座钢箱梁斜拉桥需要兼顾船舶通航、航空限高等多重要素，因此采用了3座180米高的主塔，2座550米主跨的结构。大桥总设计师王仁贵正赶往建设现场。这样最大跨界的海上的3大斜拉桥，它可以满足近期是5万吨级，远期是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桥下装箱通航的问题。周代大桥正在等待主线贯通前的最后冲刺。大到1000吨重的桥墩，100米高的桥塔，小到拼接构件，都在这里整件制造。陆地预制，海上拼装，这种方式能减少海上作业人员和工序，还能减少施工对海洋的影响。这是中国桥梁建设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此时，运输驳船装载4个预制好的混凝土桥墩，在拖船的牵引下，经过4个小时的海上航行，运送到海上吊装现场。混凝土桥墩单体重量接近100吨，吊起这样巨大的桥墩，需要一台力量惊人的海上起重船，像搭积木一样，将桥墩与承重台实现精准对接。14米每秒了，现在7级多风了，现在稍微停一下，看看天。这一片海域是世界3大强潮海湾之一，也是高风速带，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数为125天。风浪现在基本上是3米左右，风的话呢6，没什么大的影响，天气也还可以，就有点云彩也没问题，温度也可以，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是吧？此刻，建设者们终于等来最佳气象窗口，桥墩吊装正式开始。此时无风，却在酝酿漫天风云。浪大的时候，就这个吊就是这样，这样来回晃，难对死了。跟谁相比，你看它晃了，要调整位置。完全是通过钢丝绳的放和收，对吧？那实现它位置的调整。桥墩与吊具固定，桥墩起吊。
于悬吊状态下的桥墩随时可能因潮涌而导致重心不稳，工人要用最快的时间将桥墩与承台精确对位。海上就是要快，你快了，实际上就是水的问题基本上都迎刃而解了。对，你一慢，对风浪的影响什么都来了。加点慢点，慢加点。1小时后，预制桥墩顺利就位。好，这2基墩圈已经对好了，现在就好了。岛上预制，海上沉桩，桥墩吊装，大桥箱梁吊装。过去4年的每一天，建设者们都在与大风大浪合作，他们的血脉已经融入大海。看到他们马上就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的话，使命感也就完成了。不仅是对我们国家的桥梁建设是一个促进和提升的这个作用，同时提升全世界、全球的建设水平。宁波舟山港主通道全线竣工后，共有10座跨海大桥，跨越8座岛屿，全线总长86.68公里，未来将一路向北连接上海，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连岛高速公路和最大的跨海桥梁群。从此，长三角的每个城市都将因为这个高效快速的跨海通道重塑经济地理空间，大地岛屿相连，爱的地标浮现。大地上也有海洋，城市超高层建筑就是大地上起伏的波浪，象征着城市化进程的潮涌。这是800米的深圳上空，一片错落有致的摩天大楼绵延至天边，这就是深圳的城市天际线。这里有中国第1座超高层建筑，53层，高160米，曾经3天1层楼的深圳速度，不仅刷新了当时建造摩天大楼速度的世界纪录，也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指数。这是深圳新地标平安金融中心，主体高度600米，是当今世界第7大高楼。改革开放40年后的新高度，吸引了全球垂直马拉松爱好者前来挑战自我。国际垂直马拉松大师赛，全球每年有数百万人参加的活动，起源于1978年美国帝国大厦的攀登。3、2、1，出发！竞跑者以奔跑的方式登上城市地标，仿佛要站在浪潮之巅，完成最新高度的云端打卡。中国的垂马赛事近10年变得兴盛。现在4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中国的拥有量超过全球总数的1半。奔跑的是选手，也是城市与国家。深圳是中国经济最活跃、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建一个超高层建筑呢，不是为了造一个地标，是为了给城市呢向上寻找空间。摩天大楼的崛起，是一个城市蓄积能量的指征，它们是经济蓬勃发展的生态里生长出的高度。平安金融中心大厦拥有近40万平方米办公区和商业区，可容纳15000多人，占地面积却仅有3800平方米，
最大限度提高了空间的使用效率。它以茂盛的姿态，成为此刻深圳城市心跳起伏的高点。8根巨柱从地下一直贯通至地上，支撑起平安大厦。每一根巨柱的承载力超过7万吨，相当于一艘辽宁号航母的排水量。8根巨柱承载大楼60万吨的重量，堪称中国最大的工程桩。它们是600米城市新高度深藏的根脉。你造一个600米的高的楼，就得要挖一个30米深的坑，再挖8米直径的大桩，要往下挖到70米深。这桩再深深的铆到80几兆瓦的化学压力。玻璃幕墙后面隐藏着7道环带钢横架，像7条金腰带一样，将8根巨柱紧紧环抱，增强了大楼的结构强度。8根柱子它本身就像筷子一样，它是分散的，环带行架包括每个楼层，把这个8根柱子编织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受力的拱体。任何东西它们它是会咬进青山不放松。超高层建设的经验和技术实力，让他们有了更多参与国外超高层项目招标的机会。莫斯科那个项目就是核心筒不是明显，日耀平单式。对，俄罗斯那个项目442米高，120多层的一个超高层住宅。搜集超高层的运行数据，周宇起要为海外新项目招标做准备。这个是一个风速风向的测量的这个成果，这个应该是有台风时候的。对啊，感觉这46米，最大测到了46米。平安金融中心内，数百个传感器每天都在对大楼进行实时监测。建筑师和大楼运营者要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责。刚才咱计算的那大楼的变形，你不是600多毫米，你实测才300多，就是说在经受山竹这么大的台风的情况下，我们这大楼的变形量才是你设计的50%嘛。经受超强台风也不变形的定楼神针，铆进地下深处70米。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大楼建设时的基坑。平安这个基坑呢，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最复杂的基坑。基坑地处闹市区多条城市主干道，周边3座超高层大楼，还有电力、集水、燃气等复杂管线遍布其中。这面墙啊，再往过6米就是这个深圳市地铁1号线。我们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需要保证这个对周边环境的变形小于4毫米，要确保这条干线呢能够全程的正常的速度的运行。在这个墙的后面，它是还有6米厚的土体，这个土体是非常软弱的。大楼基坑开挖深度33.8米，最深处达70米，周长544米。如此巨大的基坑，任何闪失都可能威胁到地铁的安全。这是堪比外科手术一样精准的施工。首先，在基坑周围筑起地下连续墙，挡土、挡水，稳固正在施工的基坑。再采用秀发管注浆灌注水泥静浆，提高基坑与地铁之间松软土体的紧实度。双重保险措施，在基坑与地铁轨道之间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保护墙。最终，它这个地铁的变形只有3.8，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实际上超乎寻常的好。现在想想，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平安金融中心大厦不远处，一栋即将崛起的超高层建筑正在开挖基坑。真正的基坑是生长的力量，这股力量蕴藏在大地之下，仰望天空。
我们有了建设超高层的技术实力和为全世界服务的能力，但我们还要更加的去探索精细化建造、可持续建造，真正体现出大国建造的水平和贡献。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系统调试，请大家各就各位，做好准备。如果不是因为全系统维保测试，雷神山早已空无一人。曾经两山医院的建设者再次回到这里，不惊动这里的静默，大音牺牲的静默，记录着一场举国参与的轰轰烈烈。是2020年1月5号8时，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医院人满为患，忙不过来，24小时不停的，一床难求。武汉市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正在蔡甸区建设专门医院。这个医院呢，已经正式命名为火神山医院。半个月之内还要再建一所小汤山医院，那就是武汉雷神山医院。一个命令一下了，哪怕再难，我们也要顶上去，就算倒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所有的传奇都以不可能开场。举国之爱，勇敢直面突如其来的危险。雷神山、火神山，高山隆起，云上监工，每一双关注的目光都是力量。全国人们关注，每天都可以24小时看到你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个压力很大。4万多名建设者从8方赶来，4万多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2500台大型设备及运输车辆，4900多个厢式板房，20万平方米防渗膜等大量物资，人力、医疗、科技迅速集结，应对急速挑战。绵延数公里的物资车，连着亿万人源源不断的血脉。数百家分包，上千道工序。建设者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智慧建造等前沿技术穿插作业，协同作战，工期精确到分钟。紧迫的时间，复杂的设计施工，这是大国实力的考验，不分你我，贡献所有。分秒必争，24小时作业，那就是生死时速。使用的各种设备和物质是海量的，在10天之内将这些物质设备生产出来，装配上去，保障整个医院的高效运行，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装配式建造、BIM智能化建造、污水处理等数十项先进技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核实力背后，是举国一心的坚定与担当。10天、12天，巍巍火神、雷神相继拔地而起。疫情期间，两山医院收治病患5070名，治愈率97%，医务人员和维保人员全部零感染。最美好的建造，是亿万人一起建造了大爱的高山。这里汇聚举国之力，拯救一人、一家、一城、一国。这是曾经跟死亡赛跑的通道。陈卫国和团队再次回到这里，可以感受这从容的幸福。即使在两山医院交付使用后，维保团队继续与医护人员并肩战斗。
24小时响应医院需要，累计完成维保任务3700多次，保障医院正常有序运行。3套电源，确保医院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永续光明。如果出现2路4链都掉电的这种极端情况，应急采发能够在15秒内启动供电。ICU、检验科和手术室要配 UPS 来确保它不能够有任何断电的情况发生。请按2路4链切换，应急柴油发电机启动。爱的电流，每个电闸点亮希望之光。电力系统恢复正常，柴油发电机应急启动正常。王亮负责机电安装，像这样的演练，他们在医院交付前反复测试过多次。是一个没有机会去做补救的项目，就希望所有的目标、所有的系统、所有的细节都能在交工的那一瞬间能够达到完美。大家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拼命，脑子里面一点杂念没有。经过雷神山建设之后，人就好像变得脆弱了，就很容易被感动。总长超过84000米的管线，构成了火神山医院的呼吸管，每1米都在与病毒作战。它们连接每一个病房，被病毒污染的空气通过这84000米抽离到净化器的滤芯里，捕捉到气流中的0.3微米的粒子，净化率高达99.99%。这里也曾是病毒最集中的区域。更换滤芯稍有不慎，一呼一吸间就可能被感染，堪称火线中的火线。这里是红色的高污染区，疫情后更新过一次。负压病房里，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形成5至10兆帕的压力梯度，外部新鲜空气可以流进病房，病房污染的空气却不会泄漏。这是实现零扩散、零感染的关键。7帕还是正常的，下面一个房间6是正常的。来，下一个房间吧。啊，你看这个表数字有问题了，是这个2帕都不到，要不是房间没密封好，要么就是管道会漏了。今天晚上9点之前把它全部整个到位。负压病房的维保也是最危险的环节之一。蔡格华和同事奋不顾身参与其中。因为我是党的，哪有危险哪有我上嘛。医护对讲系统有3台分机辅导。两山医院的智能化运维管理平台，搭载了5G、AI、云计算、大数据，实现智慧物流、远程会诊、智能审片。这些零接触的技术为医护人员竖起了一道零感染的防火墙。我们有14000多个信息点，就像一个神经的触角，在每一个末端都分布着我们的智能的设备、技术创新的突破，这就是我们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两山医院的不远处，一座平抑结合型医院正在建设。最关键的还是最高的这栋楼，就是这个国际转化医学中心，注意这个机坑的安全和机坑的变形的监控。平抑结合型医院的设计建造，在给氧、负压、通风、排污系统上满足平抑转换的需求。平时用作普通病房，一旦疫情发生，能迅速转换成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一旦这个疫情来临了，我们有870张床位可转换这种的负压状态。疫情发生的时候，可以迅速进行调整，接近于一个火神山医院。武汉市要建10家这样的平抑结合医院，相当于储备10所火神山医院的病床数。这些医院未来将大大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救治能力，护佑家国平安。在两山医院的建设过程当中，每一名建设者都是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他们之中也有建设者的这场展览今天专为两山医院的建设者
和家人开放。这是我们的4栋楼。这个当时是维保刚开始的时候嘛。这些红色的手印，是当初奋不顾身的写照。当时大家对这个维保还是很怕、很担心，应该讲病人进来。建设者蔡格华在医院建设期间得知双亲染病，却毅然坚守岗位。即使建造了诸多的世界第一，但这座不到4米高的建筑，它的高度让人仰望。这些涂鸦，这些记录着那个时刻的心愿、想念、祝福，是永恒的壁画，是雷神、火神身着的铠甲，记录着爱的极限。它们画在墙上，也刻在中国人的骨骼上。今天我们的团队在为医院的重启做万全的准备，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医院永远都不要重启，因为我们武汉人民、全国人民的生活重启了。现在堵车了，城市又活起来了。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又有了温度。江山如画，又增加了2座山。古琴为此鸣响，黄鹤为此归来，樱花为此开放，江河在山间流淌。出家天外，犹如香到人间，心跳腾跃，一群山为侧颜，用生命写诗。至此